对你来说，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是放松身心，还是增广见闻？于我而言，旅即是抽身于原有的环境，游于外地；而实践行的最佳方法，即是启程。速度使人忘却一切，却也不忘路程中所看到的景色推进，日落星辰，所感受到的与山林与海岸间的空气转变，河与水。Guten Tag， 我是团长 Floppy。旅途默默来到了第3天，而今天也将是这环九州的6天以来路程最长的一天。今日的我们目的地是430公里外的鹿儿岛，最长可能会需要骑个10小时之久，所以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而在述说第一个要前往的地点之前，想先跟大家分享这几天在日本高速上的一些小趣闻。在台湾，我们可能会看到动物出没注意的告示，但是注意浣熊出没，这我可就没有看过了。再来是东九州高速独有的 Wakimi Shui， 旨在提醒驾驶不要分心看战斗机而设置。而每个县市都会有独特的代表图，每进到下一座城市，一定会看到具有特色的路牌。骑行约1个小时，我们抵达了今日的第一个停靠点的路口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由于这天的天气实在是过于作美，才刚启程，体内的水分就快全数还给大气，所以不管什么都好，都给我来一杯。はい，OK。这很像金桔柠檬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好像很不错啊。但是它的酸不是柠檬那一派的。哦，很忙哎。你看看它这个综合流。我们现在要前往的是位于宫崎县以求姻缘闻名的青岛神社。旅客于专用停车场停好车后，需要先步行约15分钟至离岛青岛上才得以到达。行经海岸线的路途被一片波状岩地形所环绕，从海中隆起的沉积岩，经数百年的海浪侵蚀，形成有如洗衣板的形态，因而有鬼之洗衣板之名。我也是为了一睹此景而来。要不然就是拿出去那一个摊贩，然后就这样说巨人。你说要怎么用？我忘记了。今天行程紧凑，至剪辑的当下才发现这天略过了早餐、午餐的片段，也回想不起是否真的有进食，但深深刻在脑海中的着实是当天的炎热，也或许因此而食欲消减。但大家也请放心，我们总是秉持着累就休息的观念持续行程，影片中没有任何人招虐。
倒不如说，能够在如此好的天气与吴江的海景相伴，也真的是无可抱怨的了。你看，它都在雪边。紧接着，我们又将步行前往的是全日本唯一的洞穴神社庇护神宫。这个景点是我在安排行程时标示着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到的地点。一进到神宫区域内，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去用玉珠印，而明则是一如既往的在挑选要送给亲友们的玉手。位于宫崎县东北地区的庇护神宫，就坐落于面向日南海岸的断崖山腰上。整条参拜路线几乎都沿海而建，路途中就有许多可以瞭望海景之处，也是庇护神宫的魅力之一。欲前往参拜，需要经过千鸟拱桥，沿着山壁下楼梯才可抵达本殿。就用我这惊讶的脸孔，代表我第一眼看到神宫本尊的震撼。向御本殿前进时，可以看到许多来此参拜的人正在朝大海投掷些什么，这是称为温他玛纳给的体验，将孕育投入龟石的凹洞，以求愿望实现。极限建筑经历一个早晨的身心洗涤，无论是青岛的碧海蓝天，还是庇护的鬼斧神工，我都尽收眼底，收藏于心，必将其带往下一个我们将前往的地点，也是此趟旅程的重头戏之一——日本本土4极点最南端的佐多甲。它也被称作是最南端，顾名思义是最难抵达的4极点。佐多甲虽位在鹿儿岛南大屿町，但距离大家所熟知的鹿儿岛市区相差大约3小时入城，而我们现在从日南前行，也大约需要150公里3小时的时间。没时间废话了，行きましょう。こちらは廃屋。廃屋フル。
はい。ここのそばってコンビニありますか？はい、向こうの方に。後ろ？この信号左に行けば左側にファミリーマートがあって、信号も2つ行けばローソンが左側にある。哦，还好吗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我们一致推荐夏天骑车必备良品 Gatsby 机动体用喷雾，一喷保你度过炎炎夏日。那你帮我喷一下。哦，はい。昨日も川崎でその時思った。伴随一路的海岸景致，3小时如一瞬，我们顺利抵达可以领取极难点证书的佐多甲观光案内所。我们算是在压线关门时间前抵达，大家如果也想来一次，千万要注意时间哦。夕阳西下，同时也意味着归途的时刻。我们踏上了再一次的3小时耐力考验。或许整天下来，身体些许疲倦，不过迎接我们的是这片落日洒下的光景，不由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，只能沉浸在这舒适的骑行之中。
空邦哇，米娜桑，经历10小时的磨难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今日于鹿儿岛的住宿 FAV Hotel。你在上楼？尿尿啊？不能尿啊！我要拍呢。我真的要赞叹鹿儿岛住宿 CP 值之高，一晚1人1000出头的价格就能住到这空间大又设备齐全的饭店，真的由衷推荐给大家。晚餐我们原定是要去吃鹿儿岛著名的黑猪肉火锅。冷知识：鹿儿岛黑猪是经科学研究证实，鲜味成分为一般猪肉的3.7倍，甜味成分则是6.7倍的顶级肉质。原本很期待的，可惜我们还是太晚抵达市区，只能留待下次造访。于是我们决定漫步在 Yamanoguchi Hondori，看是否有想吃的东西，没想到却误打误撞享用到一顿和牛吃到吐的顶级享受。大家好，我们刚刚就在睡前购入 Lawson 的宵夜必备食品，然后呢又顺便抽了一下一番赏，然后这位先生又抽到了公仔，我们的行李实在是已经不行了，很苦恼哎。上头了。